旧金山湾区的 Summertail 一向是餐厅扎堆的地方，在这里落户了一家美式 Cajun 海鲜餐厅 CFood Crash。老板之所以会开这家餐厅，全因他在路易斯安那州吃到了 Cajun 海鲜后不能自拔，于是回加州后潜心钻研调制酱料。为形成独家的 Cajun 特色风格，他在保留美国南部浓郁味道的同时，还融合了加州的多元文化口感。那究竟什么是 Cajun 口味呢？哇，上来了，美女老板娘 gumbo， 哇，然后这个是用来我们放壳的，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煮的小龙 Cajun 小龙虾和小龙虾，我最喜欢小龙虾了，对吧？呀，然后这个是我们这里的一个特色，对。然后呢，我们就是全部都是用袋子来装，然后里面有这个玉米，还有土豆，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路易斯安那的香肠。这个是什么呀？这个呢叫做 gumbo， 它是那个路易斯安那州 Cajun food 的一个特色的一个非常著名的特色菜。它其实翻译成中文的话呢，可以叫做就是秋葵浓汤。哦，对，秋葵你知道就是很有营养的，对胃肠胃也非常的好，因为它有很多粘稠的东西。那它这里面呢就有洋葱啦，有那个秋葵，还有一些 sausage 就是香肠，路易斯安那香肠，然后还有一些红椒，然后包括了还有就是虾，那么就是剥了壳之后的那些虾肉。我等不及，我要先试一下。可以来尝一下呀。对，这看上去它有了秋葵，秋葵你知道它不是本身都有那些粘稠的东西，那这些粘稠的东西呢会让这个汤底呢就变得更加的就是浓稠。那这些你可以把它搅，它是这样把饭把它拌起来，然后其实有的时候呢，在路易斯安他们会把这个汤浇在这个米饭上，这就成为一道非常经典的这个菜了。这看上去就是很养生的啊。对，这个是我自己也非常喜欢吃的一道菜。对。所以这个汤汁是用秋葵熬出来的吗？还是什么？汤汁是有另外的东西，它用一些面粉，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配置的一些自己的调料，然后它是这个浓汤的这个底呢是之前要一定熬好的，然后包括这个面粉也是经过炒的，所以其实做一次的汤底是工序还蛮复杂的，对吗？复杂的。我先试一下啊。好，你来尝一下。好，先吃一个。我吃出有一股奶油味道。有，它会有放一些 butter 在。这味道很特别。是。这个是秋葵吗？这是秋葵，对。给我介绍一下，隆重推出了。对，就是你知道，因为在路易斯安那州呢，他们有很多沼泽地，然后沼泽地呢就盛产什么，就是小龙虾，所以每到这个小龙虾的这个繁殖的季节，旺季的时候，就有很多的人都会来吃小龙虾。那小龙虾做的非常的好。对 ，Cajun 是什么意思呢 ？Cajun 它这个词源于 Acadian。它 Acadian 是法国的一个族裔，最早 Cajun food 的起源是源自于法国，法国菜，包括法国的那些配料啊什么的。后来这一群 Acadian 这群人呢，他们就慢慢的移民到了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那到了美国路易斯安那州之后，你知道美国都是一个多种族聚集的地方，对，文化多元化。刚好在路易斯安那州那个地方呢，它又聚集了除了法国人，还有意大利人，还有一些非洲的，然后还有一些墨西哥的，就是不同种族地方的人来到这里之后，他们就融合了当地各种的这些饮食的特色，然后把它们放在一起，融合在一起，然后从此产生了就是 Cajun food。那么 Cajun 的那个 K 就来源于 Acadian 这个，所以它的整个 Cajun food 的这个口感都是非常的浓郁的。那我们先来尝一下这个，来这个小龙虾，对。好，放到这里。然后小龙虾吃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哦，这个比较大呀。看，有什么讲究？就是你吃的时候呢，你要先把头先剥下来，对吗？先剥下，因为很多人其实他并不知道。然后抽的时候，你看，对，有时候有很有一些，这个是可以吃的吗？这些可以吃。然后呢，我吃的方法呢，就是先把小龙虾先这样子对捏，到时候比较好剥壳，然后再从下面。把它拨上来，是吗？对，把它拨上来。这个我记住了，要对捏。一捏之后，它中间那里就会有一条线，就是那个壳，它就会碎掉。碎掉之后，你剥的时候，你两边就比较好把它抽出来了。这个办法好。对，就放在那边。然后你看，整个壳就剥下来了。对。
然后呢，这些当中有一条线要把它拿掉，对吗？就会有一条肠子。那通常这条肠子呢，要把它拿掉，对，就这条肠子，然后拿掉，然后就可以吃了吧？对，然后就可以吃了。果然很浓郁啊。其实我也是来美国之后才知道这个 Cajun 是吗？之后呢，就自己非常的喜欢，开始研究就是这个佐料。对。这佐料你们都是自己调配的？我们全部是自己调配的，因为其实我发现有很多，就是这边有越来越多的就是做 Cajun food 的那个店。那么我觉得其实家都有它自己的特色。哇，果然是非常浓郁的感觉。我现在觉得有点辣辣的。你可以那个辣味可以就是自己调，可以选，可以要不辣，然后微辣，还有中辣和很辣。既然你刚才已经说到这个湾区现在有很多家就是做这个 Cajun food， 跟别人相比的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呀？我觉得还是酱料。酱料，你们的酱料有什么特别吗？因为其他的就不说，因为很多你在网络上都可以查到，就是它需要一些什么样的配料，但是我们有增加一些我们自己独门的一些秘方，同时呢。这些秘方呢是让这个口味更加的充分，能够在你吃的时候，你不只是能够感受到路易斯安那就是美国餐的味道，因为你知道在旧金山这个湾区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非常多元文化的地方。那么如果只是从路易斯安那州那边原搬过来，不一定大家都会能够接受。所以为了能让更多的人来接受的话，我们加入一些比较 Californian 的东西。但我很好奇，你说 Angel 你原来也是个媒体工作者，对吧？对。其实大家很多时候可以在电视上都看到你主持节目，但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说想到说要跑来开这样的一家Cajun CFood 这样的一家餐馆，然后就一下子华丽的转身变成了老板娘？不能这么说吧，因为其实那本身就是一个吃货，因为我的先生也很喜欢吃，那我们就是吃过这个之后就觉得，这个我们都是很喜欢的东西，所以我们自己开始研究。最开始是没有想要开店的，那后来慢慢，我们经过1年多不断的调试之后呢，我们调出了一个自己非常喜欢的味道。然后这个味道经过就是一些朋友还有一些家人吃过之后说，这个味道其实我们就会突然想到，其实我们可以来开店，推广给大家，对吧？推广一下，对。那之后呢，所以我们就开始跟就是自己家人开始一起聊天，一起合作，就说我们要不要来开一个餐馆，然后能够这样我们自己就可以吃了。其实所有的初衷都是因为要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对，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啊。是的，这个理由非常的充分。对，你们在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肯定会遇到一些挑战吧？我想，其实我觉得其他的都 OK， 因为我先生自己本身是湛江人，他从小在海边长大，他吃海鲜长大的，所以他对海鲜的品质要求很高，所以他这些所有的海鲜都是他自己订，就是自己挑选过，然后包括小龙虾也是从路易斯安那州来订，然后每一段时间空运一部分过来，这样子。那最难的部分在哪里呢？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我觉得最难的部分就在于请人。现在到哪儿请人都很麻烦，我觉得就是都不容易吧，尤其是在湾区，可能更难。我们在做的过程中也认识了很多就是同样做餐饮业的朋友，他们也很多都是就是新移民，或者是刚刚得自己开始就是做餐饮的。他们很多人就是讲起自己曾经创业一开始开店的这些经历，大家其实都差不多。对，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坚持，然后你会有想要去做一样东西的时候，大家一起，因为我们也是跟家人一起来开，所以呢，我觉得人多力量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不能够计较，就是在做事的过程中，就是如果你总是计较这个计较那个，你就没有办法把它建起来。但是其实也是非常艰难的一个过程，尤其是刚刚开业的时候。所以其实创业都是很艰难的，非常艰难。那你跟家人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中半岛 Summertail 开这个店呢？其实很实际的一个想法呢，就是因为我们也看了旧金山的店，然后呢，旧金山的铺租对我们来说有点高，而且能够选到特别好的 location 非常的难，所以呢，我们也前后有看了半年多，一直都在
旧金山的附近，很难找到。然后后来我们开始往其他的一些地区开始选。当我们为什么想到了就是中半岛地区呢？是因为我们其实蛮看好中半岛这一片地方的。首先你知道地理位置去哪都方便，对，然后天气又好，天气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本身自己如果不说开店，光说自己的话也是很喜欢中半岛地区。而且 Summertown 呢，它其实是刚好处在一个离旧金山和离南湾非常近的一个中枢地带，对。然后包括你可能去就是比如说奥克兰那边也其实不远，去 Hayward 其实也不是很远，所以它交通其实是四通八达的。对，然后就是很巧的一个机缘呢，我们就知道就是我们现在的这里那正在卖，然后后来我们就开始找人谈，然后就一切就是很顺利，感觉好像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地利人和。对，我今天就是尝了这个味道，我真的是很喜欢，因为我本人其实很喜欢吃小龙虾，然后这个 Cajun 口味，说句实话，我也是从来到美国以后啊，我才开始就了解说这种口味，然后这种文化哈。说了这么多啊，那你觉得你现在自己是怎么定位你自己的呢？其实这个问题很难，因为我不断的在就是学习和进步当中。那我觉得我也试过不同的一些工作，然后包括现在也正在做这个餐饮业。那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发掘出很多不同的一些开发，可以不同的一些东西。那么晚一些，可能我们还会就是推出一些比如说我们酱料，我们做周边产品。我们也想做一些，就是不是只把眼光放在一个店里面，我们希望能够做出一种文化出来。其实，在我看来呢，这就相当于是一个产品经纪人，我可不可以这么说？可以，就是说可以。当你因为你创业也好，包括你开餐馆做任何的创业，其实你都是要把这个产品做到极致。对，是不是？是。而且我们也不希望就是说我们做一个餐馆，我们只做这个餐馆。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学习到的东西，因为我们这些新一代的这种餐饮业的这个经营者，不希望只把眼光放在我只需要做好自己的餐馆就算了。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个餐馆可以开发出更多的东西，能够开发出一种企业文化出来，能够引领一种生活方式。对，把这个东西就是更加扩大它，然后让自己的产品能够更加的丰富起来。对。哇，我还是不想趁这个凉了再吃，我现在就想说趁热我们赶紧吃，好不好？好，来，把这个给你。手套一定要戴。好。从中国到美国的留学生，从主持人到餐厅老板，安琪始终不变初心，坚持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做自己爱做的事。即便是开餐厅，她也是亲力亲为，为的是开一间像家一样的暖心餐馆。没别的，就是因为喜欢。今日要同大家介紹嘅餐廳就係三藩市著名已久嘅 Spruce， 一間米芝蓮餐廳。除咗有好好嘅晚餐之外呢，其實好多人都會喺中午嘅時候走嚟食一個出名嘅漢堡包嘅噃。另外，早在2002年已經得過 Food and Beverages 頒發全美國最強新晉大廚嘅 Mark Sullivan 呢，就係佢哋嘅總廚啦。Mark 係一位哲學家，所以佢對於煮食亦都有佢嘅哲學嘅。即刻同佢傾下偈先啦。All right, Chef, can you tell me what this is? Yeah, so this is a representation of spring. So all these things are growing right now. We have a small farm in Woodside, and we procure some of these items. It's a spring vegetable ravioli. We call it a pancione, which means paunch, or just a little bump. Paunch, yeah. Yeah. And it just has some baby turnips. You can see little turnips here. These are ramps. A couple things here are wild, like these are wild ramps. They're pickled. They're pickled in red verjus and a little vinegar. We have some for like saltiness and like salmon roe caviar, asparagus, which is emblematic of spring, and also wild morel mushrooms. So we make the ricotta, and it's made with whole milk. Yep. And the sauce is made from the whey. So when you make the ricotta, you actually cook it, the whole milk, and we acidulate it with lemon juice, and you let it sit, and the cheese actually separates.
the curds from the whey, and then we take the whey, which has a kind of a nice briny texture to it. I see. Briny Yes, quality. I can taste the texture and also all the different tasting in it. You said you have a farm, right? Maybe 30 miles from here. And it is on a property, beautiful property that overlooks into the ocean on one side, the bay on the other side. Wow. And this gentleman that he invited us to come farm it with him for our restaurant. Deliveries 2 or 3 times a week to Spruce. But you also have another restaurant in Woodside, right? We do. We have And that's the we have number 2 one. fine dining restaurants. That was the first restaurant we opened. Both of them have Michelin stars. If I remember correctly, you majored in philosophy when you're in college, right? That's right, yeah. How did you get into cooking and you're so good at it, become this great chef you are today? I was really uncertain what I wanted to do, but I knew where my passions were. Didn't go to cooking school, just found a mentor, Really? you know, and Oh, okay, some yeah. various mentors You along have the way, to. and you know, and learned from on-the-job experience. Now, for you, I know that your corporation owns like a few restaurants Sure. throughout California, so Yeah. this is not the only one. yeah. So aside from cooking, you have to do a lot of, like aside of working with the Sure. menu, you do a lot of running Yeah. the restaurant, managing bit. Yeah. Now, tell me, is it something that you expected, or do you like it, or does it take out some of the fun of cooking in restaurants? You know, it's a challenge. There's a saying, be careful what you wish for, you might just get it. And you start as a cook and you love the aspect of cooking day in and day out, and that's all you do. Exactly. But as you grow, you have other opportunities, and for me that meant, at some point being involved in a Owning a partnership with a few other guys and Yeah. having a restaurant company. There's the business aspect. There's the fact that you've got to hire people and find good talent, and we have 35 cooks that cook in this restaurant. Not every day, but yeah. So, chef, so you've been to a lot of different places. How do you like it comparing to San Francisco? And also, having your restaurant now here in San Francisco. Do you think it's the right place for it? Oh, absolutely. I mean, Right? San Francisco is an amazing place. I think And so. it's for me, it has everything to do with the proximity of these small farms, of the little ranches, and the fact you're surrounded by water here. I mean, the thing is, you have wonderful seafood. There's just an abundance of this really awesome product. And as a chef, to be able to play with that product. You got good food, you're in the right city. What do you want your patrons to feel? How do you want them to feel like when they come into your restaurant and after they eat in your restaurant? Yeah. Well, we have a single philosophy or principle of all of our restaurants in our group, that every person should leave the restaurant a little bit happier on the way out. I know I will today. as when they came in. And if we can succeed in that,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create a great, successful business. Do you have a motto that you live by that you think is very important, a quote or something? Yeah, I mean, I live my life by this, but I also run the kitchen the same way. Really? Less What is that? more. What needs to be there and what can be taken off. So oftentimes we'll create a dish and we'll say, well, what's vital to this dish? We opened this restaurant, I think it's about 8 years now. And we wanted to be both a fine dining restaurant for folks coming from out of town, but we also wanted to be a neighborhood restaurant. And I love a fantastic hamburger. And I felt they don't need to work against each other. We can have a restaurant and people come into our bar and more casually dressed, and they come in for a hamburger, but they might order a really beautiful glass of wine. Okay, so now tastes your food. Now I want to know, what is your favorite Asian dish, a Chinese dish? I love dumplings. Dumplings. Just love them. And there's a spot here in San Francisco called Kingdom of Dumpling that I go to. I know where, yes. And they have this dumpling that's filled with a soup. Okay, so now my last question. Yeah. If you hadn't become like a chef that you have today, Yeah. what do you think you would do? Anything with my hands. I've always I like to make things, to craft things with create wood or with something. metal or, I used to make jewelry, Not a philosopher, though? No? Maybe I do it, but you can do that. It's I think they mix well together, working with your hands and working with your mind. Yeah. All right. So you can philosophize when you make stuff. Of course. Wow, it was so nice meeting you today, and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anks for creating coming this in. wonderful dish for us. And I'm really glad that you gave it 2 big thumbs up. So Yes, this is going to the menu. You can put it on the menu. Definitely. Cheers. 今
日真係要好多謝晒 Mark 為我哋準備咗一份好似春天一樣咁色彩繽紛嘅美食啊！唔使諗啦，一定要放上 menu 先得。啊，唔知會唔會揾我嚟命名呢？其實由今日嘅訪問之中，我哋都可以睇到阿 Mark 對於食材嘅要求，以及佢係花上咗幾多嘅心思去創作出不同嘅菜式，帶俾客人驚喜。今日真係好開心嚟到咗 Spruce 啊！下次一定要嚟食埋佢嗰個 hamburger 先得。